各位来宾，我江逸晨宣布，与沈书月的婚约作废。我真正爱的是诗雨。我叫沈书月，沈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。3秒前，我还是最让人羡慕的女人。书月姐姐，对不起啊，要不是我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好了，沈书月，别在这装无辜了。你也就一个只会花钱的花瓶，踹了你是迟早的事，也就靠这张脸和沈家的姓罢了。就这也配做我江太太？书月姐姐，别怪逸晨哥哥，你平时多充实自己，今天也不会这样。丢人现眼，还不下来？好，很好，你们都很好。那个梦里的声音又来了，每次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，它都会响起。沈书月，你不该在这里。反派自救。我现在可不就是所有人眼中的笑话。既然你们都觉得我是笑话，那好，我就让你们看看。反派自救同盟，我刚被未婚夫和小三儿当众羞辱，家族视我为弃子，算不算年度最惨反派？新人，女子，慢着，你身上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气息，报上名字。检测到新成员能量信号异常，建议群主重点关注。有趣，本王倒想看看是何方神圣。我感受有新鲜血液的气息，这种感觉。什么气息？什么呼唤？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先告诉本尊，是何人对你做了如此过分之事？我未婚夫江逸晨，今晚当众悔婚，搂着小三公开秀恩爱。凡俗之躯怎敢？报上其名，让其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乱臣贼子，此类人用不着本王亲自动手。不过若是为了你，已入侵临江市监控，已锁定该描述对象，是否需要物理清除？我最近正好领会了新的血魔法。气息、呼唤、符文。你不必怕，3日之内我会让你明白一切。叶，你又是谁？还不能告诉你，但我等你很久了。等我什么？既然加入同盟，本尊便送你一份见面礼。洗髓丹？此乃洗水丹，算我与你的见面礼。不过什么？你我身处维度不同，此丹只能受赠者使用。都是珍宝物，却没法在现实变现。正是，洗髓丹能助你脱胎换骨，却换不来半分俗世钱财。倒是省得我琢磨变卖换钱了。我真是疯了，居然相信这种东西。是真的。3日后，本尊要看到全新的你。终于来了，我等到你了。洗髓丹服下后会很痛，需要人照顾吗？我一直在看着你，从很早以前。在哪儿？抬头，左前方30米，监控摄像头。你个偷窥狂！我只想保护你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先下了。叶凌渊，商界传言中那个从不近女色、冷血到极点的男人。宝贝，今天这出戏演得怎么样？逸晨哥哥，沈书月会不会报复我们？他
一个被宠坏的花瓶，除了哭还能干什么？他的账号被骂惨了，全是骂他不要脸的。这才哪到哪儿？等我拿下沈氏，让他跪着求。一晨哥哥，沈家老太太会同意吗？放心，老太太重男轻女，最后还得求着我们江家合作。3天后的慈善晚宴，我要让全临江市都知道，沈书月就是个笑话。宿主江逸晨警告：检测到女主沈书月偏离原定剧情走向，必须立刻拉回原轨道，否则剧情崩坏，宿主反噬。谁在说话？幻觉，最近压力太大。大小姐，老太太让您明天上午去主宅。跪下！我没错。我让你跪下！昨晚的事传遍了临江市，沈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堂妹，连个男人都留不住，还指望继承沈氏？书月啊，你除了那张脸还有什么用？现在脸都丢光了。我不会道歉。你说什么？奶奶，您说沈家的脸丢尽了，可您是不是该想想，到底是谁把沈家的脸丢出去的？是我一个25岁的女孩在台上被当众悔婚，还是您把家族未来压在江逸晨这种东西身上？江家这2年3个项目接连爆雷，下属投资股票全部踩空。您当我在花瓶位置上没看账本？我什么都看在眼里，只是从来没说而已。你瞎说什么？您要我去给江家道歉，可以，但您先告诉我，是您还想用我换江家最后的好处，还是您终于愿意承认，您看错了人？好，很好。既然你这么有骨气，那就滚出沈家。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沈家人。你以为离开沈家你还能是什么？一个被抛弃的弃妇，谁会要你？3天后，您会后悔的。不是因为我离开沈家，是因为您今天没拦住我。书月可还好？谢谢你们。既然你们写好了我的剧本，那就看好了，我改剧本的时候不会提前通知。我在看着你，别怕。当时机到来，你会知道我是谁，也会知道你是谁。什么鬼？这是洗髓丹还是毒药？墨渊，你该不会是想毒死我吧？这是真正的我，还是梦里那个女人的我？不管你是谁，只要这副身体能让我赢回一切，就够了。江逸晨、林诗雨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墨渊仙君的洗髓丹效果比我想象的好100倍。书月这般仙姿，本尊3000年未曾见过。霓裳过于招摇，本王的织云锦辅以金丝软甲，方能护你周全。根据面部数据，颜值提升27%，建议穿我设计的纳米智能礼服。不愿以血族王冠为你加冕，让你成为暗夜女王。一群醋坛子。沈小姐好。
沈小姐，我是安娜，叶氏集团首席造型师。叶先生让我们带了本季度所有高定礼服过来，供您挑选。叶凌渊，他还真是霸道，连我穿什么都要管。叶先生说，他的女人不必穿别人给的东西，哪怕是神仙也不行。有意思，让我看看他到底准备了什么。这是本季的最新款。下一组啊，太柔。我今晚要的不是清纯，是鸭肠。太鲜艳，这种颜色容易被解读为急于证明自己。就它了。为什么是这件？因为这是江逸晨最讨厌的颜色，我要他看着我的礼服一晚上，吃不下饭。江总，沈书月已经收下叶氏集团送去的礼服，今晚慈善晚宴，他会陪叶凌渊出席。叶凌渊插手干什么？逸晨哥哥，我准备好了。好，今晚让全临江市看看，谁才是真正的赢家。剧本宿主授权激活倒计时启动7天。今晚一定要赢！沈大小姐，您不是被悔婚？3天前各位拍我落魄，3天后希望你们的镜头还跟得上。这真的是被悔婚的那个沈书月，简直像换了一个人。逸晨哥哥，沈书月，你怎么？奶奶，您刚刚是不是想说你怎么变得这么漂亮？我是说你怎么？您不必夸我，3天后您会更后悔，今天没有把我留在沈家。沈小姐，赏脸跳一支舞。叶先生，别让我失望。3000年我都没让你失望过，今晚也不会。你为什么一直说3000年？因为对我来说，等你的时间刚好是3000年。叶氏集团正式宣布，叶氏与沈氏未来3年所有商业项目独家合作。这是要扶沈书月上位？叶氏从不公开站队的。叶凌渊，你疯了！江少，您管得有点宽。叶凌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帮我？3年独家合作，这是把叶氏的未来压在我身上。因为你值得。我不需要别人的怜悯，我能自己赢。我只是把本该属于你的东西交回到你手上。什么意思？以后你自然会明白的。果然是他，沉睡3000年的初代女王残魂，竟然在那个最不像神圣之地的小世界苏醒。本尊3000年前没能护住你，这一次本尊不会再让任何人伤你分毫。陆诗诗，是你？小心！姐姐，谢谢姐姐。没事了，宝贝，回妈妈那里去。沈大小姐，为了救一个陌生小孩，自己冒险。3天前我们都骂错人了，他哪里是花瓶？这段视频我必须传出去！你为什么要冲出去？因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孩子在我面前被砸死。这个世界好
好像真的不太对劲。回去再说，现在我们离开。叶凌渊，你别太过分，沈书月还是我的前未婚妻。前未婚妻，江逸晨，你刚才眼里写满了砸下来正好的幸灾乐祸，我都看见了。你，江少，明天开始，江氏集团的3个项目，我全部撤资，好好享受破产的滋味。沈书月，你昨晚的事情，全临江市都在传，但因祸得福，舆论倒是反转了。奶奶，舆论是一回事，公司管理是另一回事。书月妹妹一个女孩子家，肯定管不好这么大的盘子。这是我准备的接管方案，3个月内盈利翻倍。书月，你怎么看？沈浪，你这个方案漏洞百出。堂哥，资金流转周期90天，但江氏银行的对家是季度结算，你这个周期第90天和银行结算日完美错开5天，意味着这5天资金链处于真空状态，一旦出现紧急赎回，整个项目立刻崩盘。这是金融杠杆策略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堂哥这份计划书第7页紧急储备金那一栏，我刚收到一份证据，堂哥的过去半年挪用公款800万炒股，亏得血本无归，现在想用这个项目填窟窿。各位叔伯，这才是真正的金融杠杆策略。沈浪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奶奶，我是一时糊涂。我沈家的继承人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这种货色来指手画脚？跪好了，向我父亲的在天之灵忏悔。项目还是你来负责，但是3个月内拿出成绩，否则你就给我嫁人。3个月不用，1个月就够了。这丫头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像她父亲？各位，沈氏需要现金注入，3天内1个亿，谁有办法？书月，本尊这里有1箱上品灵石。墨渊仙君，凡物渡不过位面壁，灵石送过来会变成普通石头。本尊一时心急，本王名下3座金矿，尽数赠你。顾摄政王，金矿在你那个时空有用，挖到我这个时空就是石头。本王一失算，吾的宝藏埋藏800年。维克多公爵，咱们开门见山。我需要的不是宝藏，是这个世界能用的钱。沈书月，初次见面。你就是末世博士。你刚才说的对，位面结对凡物有强力压制，但对信息没有。我可以给你信息差。未来3个月全球资产变动数据已按你的购买力做了风险分级，3档，低风险3天翻3倍，但只能赚1亿；中风险3天翻10倍，可能损失1半本金；高风险3天翻100倍，但有30%几率清零。我选中风险，分2笔下单，30万搏一把高风险，清零了没什么可输的，剩下的按中风险，要稳。不愧是沈书月，你的判断比我预测的更聪明。陆师长，别让我失望。博士，你确定要把信息差权限一个陌生人？他不是陌生人，是规则之树本源级别。他不是变量，他是规则本身。沈总，你买的股票已经跌了35%，要不要止损？不用，我做过2笔买入，一笔在跌，但另一笔是中风险锁仓，继续观察。沈书月，听说你炒股亏了，果然是花瓶，等着破产了。江逸晨，你高兴得太早了。沈书月那个蠢女人，居然把所有钱都投进去了。逸晨哥哥，要不我们帮帮他？帮他？他不配。等他破产了，我要让他跪下来求我。江总，大事不好了！叶氏集团撤资，我们3个项目全部停摆，银行开始叶凌渊他敢！沈
长了，您的账户余额已经突破5亿了。帮我订一束花，送到江氏集团，卡片上写江少承让了。他们就这么让你开心？你离我太近了。我知道。修真仙君的丹药，摄政王的计谋，末世博士的数据，血族公爵的古堡。沈书月，你还缺什么？告诉我，我都能给你。叶凌渊，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我和谁聊天是我的自由。我不是管你，我是怕。你怕什么？我怕你在屏幕那头找到一个比我更值得信的人。我等你等了太久了，久到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正常的跟一个人相处。叶凌渊，他们帮了我很多，但你是唯一一个在我被悔婚那天晚上一直陪着我的人。他们是我的盟友，你是我的人，不一样的。3天后有个慈善拍卖会，陪我去。又是命令？是请求，陪我去，好吗？好，但你得答应我，无论今后发生什么，都站在我这边。我的所有都是你的。一晨哥哥，沈书月这次赚了5个亿，我们怎么办？3天后的拍卖会，我要让沈书月身败名裂。一晨哥哥，你想怎么做？找3家财团联合做空沈氏股票，同时在拍卖会上设局，让他当众出丑。沈总，不好了！恒信、新达、中远3家财团同时出手错空我们的股票，今天上午开盘就跌了8%。3家同时动手，背后有人协调。查一下这3家最近半年和江氏的资金往来。各位，3家财团联手做空沈氏，我需要一份3家的底层关联补图。3方联动围杀，有意思。此局看似铁壁为文，其实破绽就在3字上。3家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，只要找出那家最弱的，离间即可。但娘娘，本王必须坦白，此局涉及3方联动，牵一副而动全身。远程只会有延迟，本王在屏幕这边给你的每一个建议，从发出到你执行，中间可能差了关键的几分钟，几分钟在朝堂上足以翻盘。你想说什么？若本王亲自来呢？你说过位面壁对实体有压制，你来了会怎样？本王的权谋能力在你这个时空会被压制到6成，但6成的本王依然是本王。代价呢？每日消耗本王10年寿命。顾寒川，你疯了！你的朝堂会因此出现天灾。根据计算，最多能在他的时空停留7天，超过7年，你的世界会开始崩塌。无不赞同，代价太大。这件事我们不同意。娘娘，3000年前你没那一日，本王因为晚到一步没能护住你。这一次，请你不要拦本王。5天，你最多待5天，够吗？3天就够，但本王想多看2天你这个世界的天。好，来吧。3家财团全部就位，后天拍卖会，沈书月就是瓮中之鳖。一晨哥哥真厉害，剧本宿主授权激活倒计时3天。3天，够了。你在等谁？顾寒川，他今天会来。从屏幕里走出来。他是群里第一个亲自来的。代价很大，每天消耗10年寿命。他说5天就走。他为你付这种代价，我该怎么看？你该看到的是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愿意为我拼命，但我选了你。这件事从来没有变过。沈总，恒信财团的内部线人传来消息，恒信去年第4季度实际亏损了30亿，但他们做假账掩盖了。这次做空沈氏，恒信不是帮江一晨，是想趁乱从沈氏身上刮油来填自己的窟窿。亏损30亿，好，这就是破绽。恒信是3家里最弱的那一家。
第一不等，让恒信自己害怕，等本王到了细说。他到了之后，你们会见面，你能做到不打架吗？我是文明人。我问的是真话。我尽量。师祖，那是什么？你们这地面太软了。你的手……小事，皮裂了而已。在朝堂上，我见过更严重的。这叫地毯。欢迎来到21世纪。娘娘，我来迟了。这便是你们的战场。无形之刃，倒比朝堂上的刀子文雅些。沈总，这位是我的顾问，从很远的地方来的，不用报警。你就是夜，我以为3000年的守护者会更显两成。你就是摄政王，我以为全臣都是老头子。你们现在可以互相看不顺眼，但3天之内我需要你们合作。打完这一仗之后，你们爱怎么比划怎么比划，听到了吗？听娘娘的。跟上，办公室在左边。娘娘，衣服脏了。他碰你了？他在帮我整理衣服，古代的礼仪。古代的礼仪。好了，干净了。这画面怎么感觉比商业峰会还紧张？此物何用？带你上下楼的，叫电梯进去就行。此物竟能升天，我的宫殿都没有这种机关。这算啥？等一下带你做相将的。刚才那个人是不是在拍戏？不是吧？沈总旁边那个好像是真的，那个气场。这是什么？纸杯，装茶用的。纸做的杯子装茶，这是对茶叶的侮辱。勉强可用。好，我看看你们的战场。此物比毛笔轻，但墨水太淡，凑合用。看这里，这一家亏损30亿做假账掩盖。他不是帮江逸晨，是在江逸晨的事翻身。江逸晨以为自己是猎人，其实恒信才是最大的猎人，他在吃江逸晨。所以恒信是双面间谍？不，恒信是恶狼，恶狼最怕的不是猎人，是比他更恶的狼。明天你主动接触恒信的董事长，告诉他3件事：第一，你知道他亏损30亿；第二，你可以给他一个比江逸晨更好的条件，让他反水。他凭什么相信我？因为你会带上我，我坐在那里什么都不说，他自然会信。凭什么？凭势。我身上的东西叫帝王之气，你们这个世界没有帝王，但人的本能还在。他见到我的第一秒就会觉得眼前这个人比我强，然后他所有的理性分析都会向服从倾斜。这不是法术，是30年朝堂练出来的。
有星辰，却有万家灯火，比朝堂上的金殿好看。顾寒川，你还活着？这里的夜景还不错。另外，他们这里的茶杯是纸做的，纸做的茶杯野蛮。环保问题暂且不论，你的国运消耗数据正常吗？正常。蟒袍裂了一道小口子，不碍事。沈小姐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这位是……赵董，我今天来谈3件事。第一，我知道恒信去年第4季度实际亏损30亿。沈小姐，这种空穴来风的话……第二，我不会公开这个信息。第三，江逸晨给你的条件是做空沈氏之后分一杯羹，我给你更好的条件。沈氏与恒信独家合作东海明珠项目，利润55分成，但前提是你现在就退出做空联盟，把辛达和中远的底牌告诉我。沈小姐，您这位顾问……他不参与谈判，他只是陪我来的。沈小姐的诚意我收到了，容我考虑一天。半天，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要答复，超过3点，我就把亏损30亿的事告诉另外2家。赵导，你猜辛达知道以后会怎么做？2个时辰之内他会打电话。你这么确定？他在你说出30亿的时候，左手无名指抖了一下，在朝堂上这叫心防已破。1个时辰45分，比我预估的快了1刻钟。看来他比我以为的更害怕。沈小姐，合作愉快。辛达和中远的底牌，我现在就发给您。沈总，恒信宣布退出做空联盟，辛达和中远措手不及，正在紧急开会。你就坐在那里一句话没说，把一个50多岁的商界老狐狸吓得半天就投降了。我在朝堂上也经常什么都不说，说话的是嘴，但让人害怕的从来不是嘴。看来这一招很有效。叶先生，过奖了。沈小姐，这位先生是？我的首席战略顾问。那个男人是谁？我从没见过。长得好像古装剧里出来的。逸晨哥哥，他的领带是歪的。我的人，谁敢碰？舒月姐姐，好久不见。这位先生是？娘，沈小姐，这位是？不重要的人。不重要的人，我是不重要的人。接下来参与竞拍的物品是星夜蔷薇。星夜蔷薇，
不是早已绝迹了吗？他手在抖，此人贪而无谋，你已经赢了。起拍价500万、1000万、2500万、3000万，3000万一次。不对劲，2次。而且我记得竞拍名单里没有这玩意儿。我出5500万，我一定要赢，无论是这场拍卖会，还是……慢着，审批名单里没有这幅画。不会吧？此画乃赝品，赝品都来了，这不是玩我们吗？我要投诉！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我只是想赢一次，哪怕是搞剧本，哪怕是假的。我只是想赢一次。画画有什么用？画画能让你嫁个好人家吗？记住了，女人靠自己是不行的，你要学会让别人觉得你值钱。好一招捧杀，先让他站到最高处，再当众把台子拆了。娘娘在我手札里学得不错。你的袖口裂了，不碍事。你还有几天？今天是第2天，还有3天。谢谢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谢谢，你帮他赢了这一局。你陪了他3000年，我只是来帮5天的忙。那天阳台上的半句话，我听到了。我知道你听到了，你没打算说完。有些话说完了反而轻了，不说更重。娘娘，恕我不是臣子。没什么，当我酒后失言。喝茶，用陶瓷杯泡的。你该回去了，国运流失的速度在加快。再看一会儿。娘娘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说。这身西装能留给我吗？西装？你要西装做什么？回到朝堂上，我只有蟒袍，30年穿下来，有时候会觉得闷。你这个世界的衣服虽然奇怪，但穿着比较像一个普通人。留给你，领车我帮你打好，你回去直接套就行。下次来，我想试试那个叫电梯的东西到底能升多高。到时候我带你坐到最高层。他走了。他走了，你会想他吗？会，就像你会想一个为你打过仗的战友。我讨厌这种感觉，别人为你拼命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你做了最重要的事，你在，
从第一天到现在，你一直在。本系统检测到宿主完成度严重不足，距本宿主授权激活倒计时24小时，建议接受全面授权。我不需要什么授权，我自己能赢。你输了那么多次，还在骗自己。你是谁？我是你，3000年前的你。那时候我也曾是他身边最亮的那颗星，后来他们把他从我手里抢走了，我用了1000年报仇，用了2000年等一个机会，这个机会就是你。你想要什么？把你的身子借给我，我给你一切，权力、财富，还有他。系统说我是男主角，可我什么都输了。林诗雨靠不住，3家财团背叛了，我连一个沈书月都赢不了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？如果3000年前我确实拥有过他，如果我本来就应该是赢的那个人，反正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沈书月，这一次是我先来找你。各位，我刚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梦里有一个拿剑的人，说了一些关于3000年前的话。什么样的剑？黑色的，很冷。没有回复。书月，你先休息，明天本尊会给你一个答案。你做噩梦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看见你房间的灯亮了。你也没睡。你的灯没亮，我就睡；你的灯亮了，我就醒着。沈总，出事了！昨晚我们竞标的临港新区项目被江一晨截胡了，而且他的方案完全是我们方案的翻版，连数据模型都一模一样，只是报价低了5%。这不是泄密，我们的方案是昨天下午6点才定稿的，没有第3个人看过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94.7%，比他自己还准。先抄他的商业策略，再抄叶凌渊的并购方案。等我把他们2个人的全部底牌都复制了，这场游戏就结束了。江一晨昨晚截胡了我的项目，方案和我的几乎一样，他好像获得了某种能力，能复制我的商业策略。复制精度多少？从结果看，至少90%以上，连数据模型的参数都一样。那就不是人力能做到的了。他获得了系统能力。本尊昨晚查了那把黑剑，3000年前的叛逆之剑。他不只是江一晨了，他身体里现在住着另一个人。3000年前那个试图夺走女王的人，
也就是说，他现在有2套人格。现代人的狡诈加上古代人的执念，再配上一个能复制任何人能力的系统，极其危险。我需要更详细的数据来分析它系统的运行逻辑，但从这边传数据过去延迟太大了。上次帮你炒股的时候就出现过几次信号中断。如果对手也有系统，它的反应速度一定比我们的跨位面传送更快。你的意思是？远程不够了，我需要在你的时空建立本地节点。沈总，这是本周第3个被江一晨截胡的项目。每一次我们出方案，他都能在24小时内拿出一份几乎一模一样的，报价永远比我们低。他不是在跟我竞争，他是在竞项我。我出什么牌，他就出一张一样的，然后加一点点折扣。叶氏集团也一样，我上周准备的并购方案，江一晨在我提交前2小时提交了几乎相同的版本。我的法律团队已经排除了内鬼的可能性。3个月了，每次遇到困难，我的第一反应是打开群聊，顾寒川给策略，陆时深给数据，维克多给保护，墨渊给力量，叶凌渊给安全感。但如果有一天群聊消失了呢？没有他们，我还是沈书月吗？还是说我只是一个操作外挂的空壳？这一次我自己来。他的系统能复制我们的策略，但复制需要时间。如果我出一个完全不符合逻辑的策略呢？一个没有任何历史数据可以参照的决定。比如用50亿买一座废弃的垃圾处理厂。我想到了，他的系统复制的是最优解。我一直在用群友的智慧制造更优的解来压制他，但这本质上还是在同一个维度里竞争，谁更聪明，谁的方案更优。如果我跳出这个圈里，不是更优的解，而是一个完全不在他模型里的解，一个错误的解。垃圾处理厂，你懂了。别急，听我说完。他的系统是基于最优解运行的。如果我做一个在任何模型里都是最差解的决定，他的系统要么跟着抄，那他就跟我一起赔；要么判定这是干扰信号不予复制，那我就有了一段他无法追踪的空白期，利用这段空白期做真正的事。垃圾处理厂不是真正的目标。对，它是噪音，真正的目标藏在噪音后面。各位，我有一个计划。我需要制造一次逻辑悖论来让江一晨的系统短路，但这个计划的执行需要极高的实时数据监控，远程延迟会导致失败。所以你同意了？代价呢？你上次说你的设备在我的时空运行会消耗寿命，每运行1小时消耗10年寿命。我现在的身体年龄是26岁，理论上可以支撑72小时。陆时深，你确定？确定，如果不去，他会输。他输了，所有世界都会输。这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。本王上次去了5天，消耗了50年寿命。你这一次是拿命在赌？不是赌，我算过了，72小时足够完成所有必要操作。我是唯一一个能在他的时空建立本地算力节点的人。如果不是我去，就没有人能去。确定，我明天穿越。另外，帮我准备一杯咖啡。跨界可能会有点头晕。轮回视野，那是什么？你看到的是他这一世的策略，我看到的是他3000世的弱点。让我教你怎么从他的灵魂深处找到破绽。原来如此。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他身后有4个世界的守护者。那就从最脆弱的地方开始，他的心。书月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你身边了。3000年前的那个夜晚，我本可以留下，
但我选择了离开，因为只有我离开，他们才不会伤害你。我用3000年等你回来，你回来了，但你身边那个男人，他不是在守护你，他是在看守你，他怕的不是你受伤，是你离开。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。3000年了，你终于还是找到了我。那封信是谁写的？他不是在守护你，他是在看守你。这句话为什么我看到的时候心里会疼？沈总，我们来机房做什么？等一个人。等谁？他说10点到。这个世界的底层不像是自然生成的，它像是被写出来的。那个倒计时，技术参数，你不用看。你们的服务器型号是什么年代的？2019年的。欢迎来到2026年。信号比预期稳定。你准备好咖啡了吗？这是什么豆子？酸度太高了。便利店买的，你要求可以回去之后再提，先干正事。这不可能！这个算力，全球前5的超算中心加起来都没有这个数。这是末世第7代量子处理器，在我的时空，这算入门级设备。好了，现在你的公司拥有全球最强算力。接下来说说你的计划，那个逻辑悖论。你就是叶凌渊，身高187，体脂率12%，静息心率58%，警惕74%，敌意18%，好奇8%。你刚才扫描了我，不是故意的。我的眼镜有自动分析功能，它对所有进入半径3米内的生命体都会做基础扫描。我不需要你分析我的行为。我同意，你的行为不需要分析。但你的心率刚才从58升到了72，这通常意味着你紧张了。够了，两位，我们讨论正事。正事，江逸晨的能力复制系统，我已经建立了初步模型。它的核心逻辑是最优解复制，扫描目标的决策模型，提取最优路径，然后以更低成本复制执行。弱点呢？它依赖最优解计算，给他一道无解的题，就能让他死机。你提出的逻辑悖论方向是对的，但你需要的不只是一个非理性决策，你需要一个看起来像最差解，实际上是隐藏最优解的多层剑套策略。系统会复制表层的最差解，却抓不到你藏在底层的真正意图。所以垃圾处理厂是第1层噪音，第2层呢？第2层是我来做。好，我会在你买入垃圾处理厂的同时，用量子节点在全球6个交易市场同时建立对冲卓位。这些卓位在江逸晨系统眼里会显示为随机噪音，因为他们单独来看都是亏损操作。但当他们全部成交之后，会在72小时内形成一个闭环套利结构，总利润超过你投入本金的10倍。
你确定他的系统看不穿？它的系统是线性逻辑，我给你设计的是量子逻辑。就像你用2维的棋盘下棋，我在3维空间里布局，他看到的永远只是棋盘的投影，不是棋子的真实位置。我听不懂你说的每一个字，但我听得懂10倍，那就够了。含糖量每100毫升 4.8 克，热量密度与营养回报比完全不合理。在我的时空，这种配方的饮品会被列为低优效食物。这就是普通牛奶，你要不要？不要。有没有蛋白质含量更高的？这个东西在末世是硬通货，1袋薯片可以换3发子弹。在这里它3块5一袋，要不要？纯粹出于数据研究目的，我需要分析这个时空的零食热量分布。当然，研究目的。休息一下，我最近在追一部剧。根据叙事模型分析，男主在第7章会背叛女主，他的眼球运动模式表明他在说谎。你认真的？别剧透。我只是在陈述数据分析结果。剧透的人没有朋友。我会注意的。你也睡不着。末世的人不太需要睡眠，我的身体已经适应了每天4小时休息。你们的天空是什么样的？灰色的，1年有300天是灰色，没有星星，偶尔有月亮，但也是灰蒙蒙的。那你现在看到的呢？亮，比我想象的亮。陆时深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问。江一晨的系统有一个功能叫轮回视野，他能看到我的前世。如果他利用前世的记忆来攻击我，造梦、伪造信件、植入虚假记忆，我怕我分不清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你怕吗？怕。数据不会骗人，不管他给你看什么，梦也好，信也好，记忆也好，他们都有数据特征。真实的记忆和伪造的记忆在脑电波频谱上的差异是 0.003 赫兹，肉眼看不到，但我的设备看得到。这个贴在太阳穴上，它会实时监测你的脑电波。如果你收到任何外部植入的虚假记忆，这个贴片会在 0.5 秒内震动提醒你。这不是你自己的记忆。我来。需要对准穴位，偏差不能超过2毫米。贴好了，如果有虚假记忆植入，它会在 0.5 秒内震动。谢谢你。不用谢，这是数据应该做的事。陆时深，你有没有害怕过什么？末世的时候，我不怕死，因为死是一个确定的结果，我可以计算概率。但来到你的时空之后，我发现了一个我无法计算的变量。什么变量？你。陆时深，你是不是在用科学的方式说你在乎我？不是，我只是在描述一个数据现象。晚安。
开始。各部门注意，立即执行凤还巢计划第1阶段。沈氏集团将以50亿的价格收购垃圾处理厂。沈书月疯了吧？什么叫无法复制？他买垃圾场你就跟着买啊！分析结论，该操作为最差解，复制最差解将导致宿主资产清零，建议放弃复制，等待目标下一步动作。全球6个市场对冲电位全部挂单完成，纽约成交，伦敦成交，东京成交，新加坡成交，法兰克福排队中成交，悉尼成交，6个市场全部到位。第1层噪音已经释放，他的系统正在分析垃圾场收购案，注意力被完全吸引。第2层量子对创投位，他看不见。闭环什么时候形成？72小时后，届时6个市场的独罪会同时平仓，触发连锁套利。他的系统看到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沈氏集团宣布垃圾处理厂将改建为新能源回收基地。与此同时，沈氏在全球6个市场的对冲头寸全部平仓，总利润超过200亿，江氏集团相关投资损失惨重，股价暴跌35%。不可能！我的系统应该能看到所有。你输了，不是因为他比你聪明，是因为他身后站着一个你的系统算不到的人。谁？末世来的那个。他用的不是你这个时空的逻辑，你的系统是2维的，他在3维下棋。好，商业战场赢不了，那就换一个战场。200亿，你说的10倍，没骗我。你刚才坐在那里指挥的样子，怎么了？很危险。对谁危险？数据不会骗人。我说过了，你脸色不太好。跨界的正常反应，不影响。你的手环响了，你的观察力比我预估的强40%，代价多少了？正常范围。我问的是真话。你老了将近6岁。31.7岁，在末世，这是男性平均寿命的1半，在你的时空，这还算年轻，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。我知道你选了他，但我想让你知道，3000年后，如果你忘了所有人，最后记得的那个名字，会是我的。
贴片没响，所以那个画面是真实的前世记忆。3000年前真的有人为我跪了3天。脑电波在梦中没有触发虚假记忆警报，说明那个画面确实是真实的前世记忆。但枕边的信件不是通过梦境植入的，是物理放置的。也就是说，有人趁他睡着的时候进了他的房间，不是物理入侵，是系统干预。剧本系统可以在不触发任何安保的情况下，在指定位置生成物品，因为在剧本世界里，物品的出现本身就是剧情需要。想到了，紧急汇报，江逸晨的系统进入了新阶段，以情入节。他利用真实的前世记忆配合现实物证，来动摇沈书月的心理防线。最棘手的是，前世记忆部分是真的，我的贴片无法标记为虚假。这意味着，他的每一个动摇，都建立在真实基础上，纯靠数据手段无法完全防御。沈书月需要的不是贴片，是他自己内心的判断力。怎么了？这是江逸晨的手段。我知道，但梦里的画面，陆时深的贴片没有报警，他说那是真实的前世记忆。你想问我什么就问。3000年前，真的有人为我跪了3天吗？是。那个人就是现在住在江逸晨身体里的那个剑客。是。你为什么从来没告诉过我？因为那3天跪完之后，他站起来，拔剑杀了你身边17个护卫。他的跪不是深情，是最后通牒。他的信里说，如果重新选一次，你还会选他吗？书月，你不需要重新选，因为你从来没有选错。我没有动摇，但我需要你告诉我，以后不管3000年前发生过什么，你都不要瞒着我，好吗？好。他的以情入节还会有下一步吗？一定会。第一阶段是真实记忆，动摇你的认知。第2阶段会是混合记忆，真假参半，让你分不清哪些是真的。第3阶段是记忆复写，直接把伪造记忆植入你的潜意识，让你以为那是你自己的想法。怎么防？第1阶段我的贴片能识别，第2阶段需要你自己的判断。当你分不清真假的时候，回忆一个只有你自己知道的细节。伪造记忆可以复制画面，但无法复制你独有的身体感受，比如某个味道、某种疼痛、某个只有你才知道的习惯动作。第3阶段呢？第3阶段，我没有数据方案，那已经不是技术能解决的了，那需要你对自己内心的绝对信任。陆时深，你能不能坦白告诉我，你对我这个人有多少信心？沈书月，在我的计算模型里，你是我遇到过的最不可预测的变量。但正是因为你不可预测，你的敌人也算不到你，所以我的答案是100%。够了。沈书月，一个只会花钱的花瓶，不足为虑。第1封信没有让他导向我，没关系。第2阶段，我会给他看一些他应该记住的东西，一半是真的，一半是我造的，他分不出来的。比如他前世临死前最后看到的那双眼睛，我会让他以为
那双眼睛不是守护者的，是我的。贴片震了，说明这个画面是被篡改过的。林中那双眼睛不是原来的那双，他把眼睛换了。陆时深说的对，你可以复制画面，但复制不了温度。贴片在第47秒震动了。你收到了混合记忆，前世临终场景，但最后看到的那双眼睛被替换了。我识破了。怎么识破的？温度，握我手的人手是温热的。手的温度，这个变量不在我的模型里。第2阶段被你破了，但第3阶段会来，记忆复写，直接植入你的潜意识。那个时候没有贴片能帮你，也没有温度可以验证。我知道。你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这副眼镜是我所有数据的备份，戴上它，你就能看到我留下的所有分析模型。江逸晨系统的弱点图谱、商业对冲方案、脑电波异常识别算法，全部在里面。你不戴了？我回去之后会重新做一副。根据计算，我回去之后1000年时能恢复所有寿命损耗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你应该已经不需要这副眼镜了，但我希望你留着。你的时间还有3分钟，够说几句话。陆时深，你说我是你最不可预测的变量，那你对我来说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不擅长处理非数据类信息，等下次见面再告诉我。他把最后的保命气短留给了你，我讨厌他，但我尊重他。我会好好用的，谢谢你，陆时深。您的存在正在导致本世界叙事结构崩溃，请在24小时内自行终止偏差行为，否则系统将启动物理修正程序。申总，出事了！网上突然出现了一大批关于您的负面报道。您的200亿套利涉嫌内幕交易，证监会已经介入调查。证监会？
我的每一笔交易都是合规的。还有，林诗雨刚发了一条微博，热搜第3了，舆论完全反转。他终于学会打感情牌了。奕晨哥哥，微博已经发了，我演的怎么样？还行，但这只是第一步。女主光环，原来你在剧本里才是真正的女主角。什么意思？你不需要懂，你只需要继续演好你的受害者角色。剧本系统会帮你把所有舆论推向对你有利的方向。沈书月的理性再强，也抵不过整个世界的剧情惯性。商业战场赢不了他，哼，舆论战场也只是干扰，真正能杀死他的是物理层面的剧本。修治时间，哼，让他的存在对剧本造成不可修复的偏差。怎么处罚？让他在现实中遭遇一次本不该发生的意外，系统会把这个意外归类为剧本修正，不会有任何证据指向我。不看了，那些评论不值得你浪费时间。不是评论的问题，是林诗雨的女主光环。剧本系统里，林诗雨才是原定女主角，只要她表现出弱者姿态，整个世界的舆论和运气都会自动偏向她。我的每一次反击，在剧本逻辑里都会被归类为反派行为。你不是反派，在剧本的世界里，我就是。我是那个被设定为悲惨配角的人，我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剧本的违反。物理干预，什么意思？沈总，你没事吧？调监控，那辆卡车的车牌。沈总，那辆卡车的车牌是假的，而且监控显示它是凭空出现在那条小路里的。前一秒画面里什么都没有，下一秒它就在那里了。不是人为的，是系统生成的剧本修正事件，他在试图清除我。我没事。你说没事，你额头在流血。真的没事。我保护不了你，商业上我帮不了你，系统我看不懂，连一辆从空气里冒出来的卡车我都拦不住。叶凌渊，我是什么用？我连你额头上的血都是事后才看到的。各位，情况升级了，剧本系统开始对我进行物理层面的清除。今天一辆系统生成的卡车差点撞死我。陆时深的安防系统能检测到异常能量，但无法阻止物理攻击。我需要真实的、在场的物理层面的保护。本尊即刻。等等，墨渊仙君，你上次跨界受了重伤，现在还没恢复，让我来。维克多，你确定？吾与其他人不同，顾寒川跨界需要撕裂空间，消耗寿命；陆时深需要建立节点，消耗寿命。但吾是暗夜公爵，吾的存在本身就是影子，穿过位面壁对吾来说不需要撕裂空间，只需要等到天黑。代价呢？吾在你的世界只能在夜间以实体存在，
天亮后，吾会化为影子，附着在你的影子上。白天吾无法行动，但吾能看，能听，能在下一个夜晚为你清除一切威胁。另外，每在你的时空存在一个夜晚，吾的永生血脉会消耗100年寿命。吾活了800年，理论上可以支撑8个夜晚。800年的永生血脉，8个夜晚就耗尽。吾是血族，血族的寿命不像你们用年计算，每100年是吾的一次心跳，8个夜晚就是8次心跳。维克多，你确定？吾的女王，吾等这一刻等了800年，请你不要拦吾。今晚天黑之后，吾就到。申总，刚才公司的电梯突然失控，从20楼直坠到负1层，里面有3个员工，所幸刹车系统启动了。电梯是几号？4号电梯，就是你每天坐的那一部。今天因为你晚到了5分钟没赶上。而且维修团队检查后说，电梯的控制系统没有任何故障，所有数据显示运行正常，它不应该坠落的。第2次了。他说天黑就到。又一个从屏幕里走出来的男人。你吃醋了？我在想一个问题。什么？顾寒川用寿命保护你，陆时辰用寿命保护你，维克多用永生血脉保护你。我呢？我是一个普通人，我没有国运，没有量子设备，没有永生血脉。我能给你什么？叶凌渊，你听我说，他们每一个人来了都会走。顾寒川走了，陆时申走了，维克托来了也会走。但你不会走，你从第1天就在，到最后1天还会在。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，不是能力最强的人，是留到最后的那个人。你总是知道该说什么。因为我说的是真话。我的女王，暗夜骑士维克多，从此刻起，守护你的每一个夜晚。你就不能正常走门进来吗？我是影子，影子不走门。我的斗篷是用800年血脉制成的，在你的世界里，它会一点一点消散。当它完全消失的时候，我就真的只是一个影子了，连声音都不会有。800年来，我行过此礼无数次，对着空荡荡的王座。今夜，终于有了真正的女王。我知道这是你的礼仪，但在这个世界，亲手的礼仪只有一种。天亮了，我知道这是礼仪，我也知道我刚才做的事，在任何语境下都不叫有风度，但他的手背上有别人的温度，哪怕是冰的，哪怕只停留了1秒，我也不想让他留着。现在才晚上8点。我知道，你的居所不错，比我的城堡小了一些，但更温暖。你的城堡有多大？360个房间，我一个人住了800年。那一定很安静。安静。是的，非常安静。维克多，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剧本系统正在对我进行物理清除，制造意外事故。陆时申的安防系统能检测到异常能量变动，但无法阻止物理攻击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？你说白天你会化为影子，那你在影子形态下能感知到什么？一切。我在影子中时，
可以感知半径50米内所有生命体的位置、心率、情绪波动，任何带有恶意的接近，我都能在第一时间察觉。白天你能做什么？你化为影子之后不能行动，但我可以在你的影子里给你发信号，如果有危险接近，你的影子会突然变冷，你能感觉到。你的意思是白天你藏在我的影子里？我可以选择附着在任何人的影子上，但你是白天离他最近的人，逻辑上附着在你的影子里效率最高。行，感谢配合，叶先生，我会尽量安静。你的影子今天特别大。别提了。啊，沈总，您的影子刚才是不是动了？光线问题，继续。抱歉，斗篷有点皱，不调整了一下姿势。这上面的食物，我大部分都不需要。我知道，但在这个世界你不能那样。点菜。年份不够，而且温度偏高了2度。你对红酒要求这么高？我品鉴红酒800年，这是我除了守护以外唯一的爱好。800年只学会品红酒，时间利用率堪忧。叶先生，我今天白天在你的影子里待了10个小时，你下午3点偷偷看了7次沈书月，第4次时候你的心率升到了83。我收回刚才的话。你们两个能不能消停一会儿？剧本系统的物理修正单位，看来今晚不会太安静。3个系统生成的物理修正单位已清除，不值一提。无是暗夜公爵，夜晚是无的领地，在无的领地上，没有东西能伤害你。维克多，我需要你帮我做另一件事。吩咐。你能在夜间化为影子潜入任何地方，对吗？我需要林诗雨和江逸晨的全部密谋证据。他们在幕后操控舆论，伪造鉴定结果，指使系统制造意外，但所有证据都在他们的私密空间里。你要吴潜入他们的影子，可以吗？吴可以化为任何人的影子。今晚吴会成为林诗雨的影子，跟他一整夜。他说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一个动作，见的每一个人，吴都会记录下来。代价呢？化为他人的影子比附着在友方身上消耗更大，一个夜晚相当于消耗200年寿命。吴的女王，吴来这里不是为了旁观，让吴做吴该做的事。鉴定员那边我已经打点好了，下周的画展上我会展出一幅新作品，到时候让他当众原鉴定为真迹，洗清抄袭的嫌疑。沈书月上次拍卖会的反杀就白做了。舆论那边怎么样？热搜还在，我的粉丝已经开始自发组织声讨沈书月了。女主光环的效果比你说的还好，我只要表现的委屈，全世界都站在我手边。好，继续演你的受害者。物理清除那边我来安排。下一次不会是卡车了，我会让系统制造一场电路短路引发的火灾，就在沈氏集团总部。他买通了鉴定师，下周画展要洗白，他要在沈氏集团放火。放火这件事交给我，我会让叶氏安保团队24小时监控沈氏集团的所有电路系统。火的问题你来解决，林诗雨的问题我来。怎么做？顾寒川教我的，捧杀。这幅画是我用3个月的时间一笔一笔画出来的，我只想证明我不是抄袭者。
此鉴定书可证明这幅作品为林诗雨小姐的真迹。林小姐，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找麻烦，我是来道歉的。上次拍卖会的事给你造成了伤害，我很抱歉。今天看到你的新作品，我被深深打动了。这是100万，我想以个人名义购买你这幅新作品，并且在沈氏集团总部展出，让所有人看到林诗雨的才华是真实的。谢谢沈姐姐。3天前，我以100万购买了林诗雨小姐的新作品，并诚心道了歉。但今天我必须向公众公布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。通过独立第三方的颜料层分析技术，我们发现林小姐的新作品使用了一种特殊的颜料组合。这种组合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一个工作室使用，正是15年前那位欧洲画家的工作室。更巧的是，林小姐声称3个月内独立完成的画作，其底层颜料的干燥时间至少需要6个月。也就是说，这幅画不可能是3个月内完成的，它更可能是提前制作好的，等着今天这场画战来洗白。我还有一段录音，是林小姐与某位鉴定师的通话记录。我3天前的道歉是真心的，但我更相信真相。公众值得知道真相。我提醒一下，我还在。你能不能出去？我附着在他的影子上，除非关掉所有灯，但那样我就现身了，更不方便。维克多，你能不能假装睡着了？我可以，但血族的听觉无法关闭，建议你们小声一点。3个人来了，3个人都走了，好不容易就剩我们2个，结果他的影子里还住着一个800岁的血族公爵。等他走了，他什么时候走？天亮就变回影子了。影子还是在，我也很无奈。刚才我的手是自己动的吗？还是他让我动的？那是什么？来了，麻烦。我见过这种存在，在我的世界里，它叫高维执行者。它是什么？它不是生命，它是规则本身。当一个世界的剧本偏差超过临界值，它就会出现，负责把一切拉回轨道，或者抹除偏差源。偏差源就是它，就是它。在这个世界的剧本里，它是最大的 bug。那个东西来了，意味着系统已经判定小规模的物理修正不够了，他要亲自来。他今晚不会攻击，他在评估他的威胁等级，然后决定用什么方式处理。我们有多少时间？根据我的经验，3天。如果判定为可修正，他会加大物理修正的力度。如果不可修正呢？他会直接改写这个世界的底层规则，
让你从来没有存在过。3天，好，我有3天。打开群聊会议，紧急所有人上线。观察者，3000年前他也出现过，就在女王陨落的那一天。他的弱点是什么？本尊3000年前全力一击，只让他停顿了3秒。他没有弱点，至少在我们这个层次看来没有。等等，他没有弱点这个判断不成立。任何系统都有运行逻辑，有逻辑就有漏洞。问题是我们对他的信息量太少了。你说你见过他，你知道的比他们多吗？我的世界里，他出现过2次。第一次，他抹除了一座城市；第2次，他抹除了一个大陆。2次他都是从观察开始，然后评估，最后执行。观察期是3天，评估期是1天，执行期瞬间。有没有什么东西在他执行的时候活了下来？有一次，我的创造者初代血族之王，他在观察者执行抹除的瞬间，用自己的8000年血脉做盾，挡住了1秒。那1秒里，他把我推出了抹除范围。然后呢？然后他消失了，连灰都没有留下。维克多，你告诉我这些是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他不是不可战胜的，他的执行有1秒的延迟，1秒。如果在那1秒内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干扰他的执行程序，理论上可以逼他退回评估状态，反复打断他的执行，直到我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。我告诉你的是，他背后还有更大的东西。他不是最终的敌人，他是一个执行者，发出命令的人在更高的地方。害怕吗？怕。我也怕，但我怕的不是那个光球。你怕什么？我怕你为了打败他，把自己也赔进去。叶凌渊，不管最后怎样，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？如果有一天我必须做一个很大的决定，你不要拦我。好。你还好吗？天快亮了，我要变回影子了。你的斗篷。这几个夜晚消耗比预期更大，化为林诗雨的影子那一晚花了太多。不过不必担心，我还有足够的夜晚守护你。我不会消失，我只是回到你的影子里。天黑后，我还在。我愿意死在你的世界，因为你的世界有一样东西，我的世界800年来都没有。什么？值得守护的人。谢谢你，维克多。晚上见。晚上见，我的女王。沈总，出大事了！沈氏集团所有银行账户被冻结了，银行说系统出了故障，但所有故障都只影响沈氏一家。不是故障，是系统在封锁我。观察者开始行动了。把叶氏的备用资金转入沈氏的。什么？叶氏的账户也被冻结了？叶氏也被封了，所有和你有关联的账户都被封了。他在切断我的所有资源线。紧急情况，观察者开始封锁我在这个世界的所有资源、银行账户、合作方、商业网络，全部被系统干预切断。
资金被封，远程援助被断，商业网络被切。我现在和第1集刚穿过来时一样，什么都没有。不，我还有一样东西。原来你们一直都在。谢谢你，陆师神。记忆复写，让他忘掉一切，让他忘掉群聊，忘掉那些男人，忘掉逆袭，忘掉觉醒，让他回到被悔婚那天的状态，软弱无助，任人摆布。然后你走过去，对他说：“我原谅你了。”他会回到你身边。他会痛苦吗？不会，他什么都不会记得。对他来说，那些反抗从来没有发生过。启动。这里好熟悉，我是不是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？什么群聊，什么反派，好像都是梦吧。不对，这不是真的。但如果这才是真的呢？那些为我拼命的人，全都是我幻想出来的呢？有一个人，他的手是温热的，他是谁？他是谁？我为什么记不起来了？不对，这不是真的。我记得温热的手，我记得有人说你的灯亮了，我就醒着。我记得，我没有忘。你的手是温热的，一直都是。他想让我忘掉一切，忘掉你，忘掉群聊，忘掉你，忘掉我是谁。但我记得你的手是温热的，他复写不了这个。忘了什么都不要紧，只要你还记得回来找我。墨渊在试图穿越，他不能来。顾寒川和陆时申消耗寿命，维克多消耗永生血脉。墨渊如果强行穿越加固后的位楣壁，代价会比他们所有人都大。24小时。你还有几个夜晚？3个，足够了。维克多，你说观察者执行的时候有1秒的延迟，如果你在那1秒用力量挡住他，我能为你争取到那1秒，但那1秒之后，我的800年会全部耗尽。我不想让任何人为我死。我活了800年，360个房间，一个人，800年的安静。在遇到你之前，我以为永生是一种恩赐，遇到你之后，我才知道永生是一种等待。我等的就是这一刻。
不要哭，我最不擅长看到你哭。舒月，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是告诉你一件事。这件事，我等了30年，才等到该说的时候。你父亲，他不是意外死的。30年前，你父亲发现了一些不该发现的东西。他说这个世界是被写好的，所有人的命运都是一个剧本。他想反抗，他成功了一部分，他把你从剧本里摘了出来。但代价是，他自己被系统抹除了。爸爸，是为了我。他走之前最后一句话是：妈，您要替我看着舒月长大，但您别替她做选择。他留给你的，说你有一天会用到。奶奶，我会保护她。我信你，你和他父亲一样倔。吾今夜全力。舒月，本尊3000年修为，此刻全部燃烧，只为撕开这道壁。你等我。我怕，不是怕系统，不是怕观察者，不是怕死。小时候爸爸离开那天，我以为他出差，我在门口等了3天。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，人会走的，不管他们怎么承诺。所以我最怕的不是系统，不是观察者，我怕有一天醒来，群聊里一个人都没有了。我怕他们每一个人，因为我再也回不去自己的世界。顾寒川的朝堂会因为缺少国运而天灾频发。陆时深的身体年龄已经到了33岁，在末世这是半条命。维克多的斗篷在一寸一寸消散，墨渊把3000年修为全烧了，都是因为我。如果我没有按下那个同意按钮，他们所有人是不是都会好好的？沈舒月，不是你害了我们，是你让我们活了。我等你。陆时远的最后一条消息说，金钥匙是规则之树的入口，但我不知道怎么用。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当观察者执行的那一秒，规则本身会产生一瞬间的变动，那个变动也许就是钥匙发挥作用的时机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在。我知道。我修真仙君墨渊，3000年来第一次踏足凡尘。舒月，我来迟了。你受伤了。小伤。3000年修为撕开加固后的位面壁，代价而已。仙君，您3000年修为全烧了，值得吗？苍生与他，我选他。3000年天道都可以不要，你问值不值？你用3000年修为强行撕开了封锁，我见过很多疯狂的事，这是最疯狂的。暗夜公爵，我在群里听闻你用800年血脉守护他。彼此彼此，仙君。3000年了，你还是这副模样。你也是。舒月，我来之前燃烧了全部修为，撑开位面壁，位面壁裂口会维持6个小时，6个小时之内群聊通道恢复，6个小时之后我的修为也会闭合。6个小时够了吗？如果你的金钥匙能打开规则之树，够了。够了。如果不能，一定够。舒月，这是对茶叶的侮辱。
顾寒川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。勉强可用，但火候差了些。你3000年的仙君，对一杯茶要求这么高？我修真3000年，参透了99重天道，唯有一件事始终没参透：为什么世间万物，一杯好茶最难得？3000年前，你泡过一杯茶给我，就是这个味道。我不记得了。没关系，我替你记着。通道恢复了，墨渊，你疯了！你把3000年修为全烧了！入蛇阵王，本尊做事不需要你批准，本王立刻穿越。我也是，红色按钮还在沈书月手里，但我不需要按钮了。墨渊撕开的裂口足够我重新建立节点。让你久等了。有风。茶是墨渊，窗是顾寒川，椅子的温度是陆时深，酒是维克多。他们以为我没发现，我全知道。好，所有人都在了。当前局势汇总，观察者评估完成，判定沈书月为不可修正。执行倒计时还剩4小时。墨渊撕开的位面壁裂扣可维持6小时，我们有4个小时的窗口期，在观察者执行之前找到解决方案。解决方案是什么？这个，我父亲留下的。陆时深上次说它是规则之树的入口。确认。这把钥匙的能量频谱与规则之树核心的频率完全匹合，它可以打开直通规则之树的通道，但只能从这个世界的规则节点位置激活。规则节点在哪儿？根据数据分析，就在观察者的正下方。我可以在观察者执行的那1秒替你挡住攻击，但只有1秒。我残余的仙力可以在维克多之后再撑半秒，我可以在那之后再撑1/4秒。我的量子护盾可以再争取0.3秒。1秒加半秒加1/4秒加0.3秒，总共2秒005。2秒05，在这2秒05内，你必须完成钥匙激活、通道打开、进入规则之树3个步骤。够吗？根据计算，不够，至少需要3秒。还差多少？0.95秒。我来补。没有修为，没有永生血脉，没有量子设备，但我有一样东西，3000年的守护者意识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我是系统的一部分。我可以在最后的0.95秒里用意识和系统对抗，让他把执行目标从他转移到我身上。不行！你让我答应过你，如果有一天你必须做一个很大的决定，我不拦你。现在轮到你了，不要拦我。叶凌渊，你知道用意识和系统对抗的代价是什么？知道，守护者意识会被系统吞噬，我会变成一个普通人，不，比普通人更少。我会失去3000年的所有记忆。你会忘了我？我会忘了3000年，但我不会忘了你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3000年前我也被抹除过一次记忆，醒来之后我谁都不记得了。当我看到一个女孩站在人群里，我的手心就热了。书月，有些东西比记忆更深。方案确认，维克多1秒，莫言半秒，顾寒川1/4秒，陆时深0.3秒，我0.95秒，总计3秒，够了。位置确认，节点就在观察者正下方，垂直距离0，也就是说，你站在这里，用钥匙指向天空就行。顺序呢？维克多先上，挡住第1秒，墨渊接力第2个半秒，顾寒川第3，我第4，叶凌渊最后。每个人的防护层在耗尽的瞬间会自动碎裂，下一个人必须在碎裂的同时补上，中间不能有任何空隙。我一辈子在朝堂上等别人先出手，今天居然排第3。年龄优先，我比你大500岁。论辈分，我是摄政王；论修为，我3000年。都别争了，按计划来。莫氏博士，我有个问题，
你们末世的人平时用什么武器？量子武器，一发可以摧毁一座城市。我用一道圣旨可以摧毁一个王朝，不需要出门。但你的圣旨需要有人执行，我的量子武器只需要按一个按钮。所以你们末世人做什么都靠按钮，效率最优解。难怪你们的世界末日。这一局算你赢。还有58分钟，建议大家利用剩余时间做最后准备。想什么呢？在想上次来的时候坐的那个电梯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少层。顾寒川，今晚之后，你的国运……娘娘，我做事从来不后悔，1/4秒的国运换你活着，在我这里，这是30年朝堂做过的最好的一笔买卖。这条领带我一直戴着，在朝堂上偶尔会拿出来看看。大臣们以为是什么法器。你又在吃薯片。最后一袋了，末世硬通货，不能浪费。手指油了。陆时深，你上次走的时候说等下次见面再告诉我。我问你，我对你来说是什么？你想好答案了吗？在末世，所有资源都要按效率分配，食物、水、弹药、时间，每一样都有精确的计算公式。但有一样东西我始终算不出最优分配方案。什么？在乎一个人的程度。我试过量化，用心率偏移、注意力集中度、多巴胺分泌速率，所有生理指标都指向一个结论，但我不信，因为那个结论太不科学了。什么结论？结论是，你占据了我全部计算资源的优先级。在我的系统里，你的安全级别比我自己的生命还高。这从效率学角度完全不合理，但数据不会骗人。这纯粹是数据分析结果，不代表任何主观判断。好，数据分析结果我收到了。你还好吗？我的女王，不必悲伤。影子不是消亡，影子是另一种存在方式。光越亮，影子越深。只要你在光里，我就在你的影子里，永远里。你不该来的，3000年修为。舒月，我修真3000年，打过的仗不计其数，但从来没有一场仗是我想打的。今天这一场，是我3000年来唯一一场想打的仗。为什么？因为其他所有的仗，打赢了是为天道，为你。今天这一场，打赢了是为你。我活了3000年，第一次觉得为一个人，比为天道值得。3000年前，我答应过初代女王，要给她梳一次头，一直没机会。3000年前这件事，我欠你一个交代。你不欠我，他允许了，所以我才敢。好了，
5、4、3、2、1。半秒，够了，下一个。这辈子花钱最追的一次。0.3秒，精确。沈书月，不要忘记，书月，我可能马上就不记得你了，但我的手还是热的，记住这个温度。原来如此，这就是世界的真相。书月，30年了。爸爸终于又见到你了。爸爸在这棵树里等了你30年，回来吧，你已经赢够了。如果我回去了，所有人都安全了，顾寒川不用烧国运，陆时深不用老去，维克多的斗篷不会消散，墨渊不用变成凡人，叶灵渊不用失去记忆。如果我回去了，是不是就没有人需要为我牺牲了？书月，握住爸爸的手，回家。我父亲的手上有一道疤，他炒菜烫的，你没有，你还漏了一样东西。我父亲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，不是爸爸爱你，是书月打破剧本，让所有世界都不再有父亲为女儿提前死亡的故事。你来这里是为了关闭观察者的执行程序，但你应该知道，观察者不是 bug， 你才是。在所有世界的剧本里，你的存在是一个错误。关闭观察者意味着让这个错误永久化。你确定要这么做？我不是错误，你偏离了原定剧本 97.3%， 你的存在导致这个世界的叙事结构崩塌了4次。那就让它崩。你说我是错误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剧本本身才是错误。也许一个让人没有选择、没有自由，只能按照写好的命运活着的世界，才是真正应该被修正的东西。这不是我能判断的，我只是守护者，我的职责是维护规则。那如果规则本身是错的呢？谁来修正规则？
没有人修正过规则，从规则之树诞生以来3000年，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，因为之前没有人走到这里，之前的人都被观察者抹除了。这把钥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，30年前他走到了这里，因为他相信有一天我能做到他没做到的事。你父亲，他叫沈明远，30年前你应该见过他。沈明远，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宁愿我女儿一辈子不记得我，也不要让她活在被剧本操控的人生里。所以你记得他？我记得所有被我抹除的人，他们是我的错误。你不是没有感情，你只是被规则压制了3000年，和我一样，被剧本写好了命运。你也是受害者。3000年了，第一次有人告诉我，我也可以是个人。这是一个世界正在被改写的瞬间。规则之树已经激活了自由意志协议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世界的剧本不再是命运，而是选择。舒月，你应该知道真相，规则之树不是天道，它是高维文明创造的娱乐产品。我们所有人，你我、叶灵渊、墨渊、顾寒川、陆时深、维克多，都是被观看的角色。3000年的爱恨情仇，在高维看来只是一季节目，那又怎样？什么？就算我们是被写出来的角色，就算3000年都是一季节目，但他们为我流的血是真的，他手心的温度是真的，那些疼痛是真的。真的东西不会因为被观看就变假。所有被你困住的人，该回家了。终于自由了。从今天起，这棵树不再是牢笼，它是连接，让所有世界的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。我要让这暗夜迎来光明。维克多，你还能恢复吗？800年的永生血脉已经耗尽了，我不会再有实体，但我还是影子，你的影子。那你会一直在吗？光越亮，影子越深，只要你活在光里，我就不会消失。晚安，维克多。墨渊，舒月，你的修为没了，3000年全部燃烧。从现在起，我是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，意外的轻松。原来当凡人，肩膀不用承受天道的重量。刚才输了3下，我答应过输完。好了，这次真的好了。墨渊，下次你来，我给你泡茶，用陶瓷杯。好，我等着。我这一生修了3000年的道，今日方悟，道不在天上，在人间，在你泡的那杯茶里。
娘娘，我有个最后的不情之请。说。上次我问你要了西装，这次我想留一样更小的东西。什么？一根头发。回去之后，朝堂上的大臣们不信我去过另一个世界，我拿这个给他们看。夜风冷，我不太会系这个，在朝堂上这些事有宫女做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今天下午，偷偷出去买的，问了3家店才找到这个颜色。谢谢你，顾寒川。不必谢，我只是觉得你这个世界的供暖系统不行。你别吓着人家。娘娘，我此生最大的遗憾不是没坐上龙椅，是那天在你公司第一次坐电梯，忘了数一共有多少层。32层。32层，我记住了。下次来，我从第1层坐到第32层，1层都不落。你的新眼镜呢？碎了，没关系，回去再做。最后一袋薯片在刚才的冲击波里被炸飞了，可惜，帮我留着，等下次来的时候，我要吃到这个时空最好的薯片。你推荐一个品牌。好。沈书月。上次你问我你对我来说是什么，我说等下次见面再告诉你。但我觉得不能再等了，万一下一次见不到呢？你是我所有计算模型里唯一的不可优化项，别的变量我都能找到最优解，只有你，我的最优解就是不优化。就让你这样不可预测的、混乱的，让我的系统持续造错的存在着。等我推荐那个品牌。警告播报：宿主精神状态异常，系统稳定性下降至23，建议寻找新载体。放弃我？你也要放弃我？你干什么？宿主反抗检测，启动强制接管程序。我不是你的工具，我不是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的想法不是我自己的了？我到底是不是男主？还是说，从头到尾，我只是一段代码？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至少我现在知道，我不想继续不知道了。接受全面接管，让我来，你已经撑不住了。不，你拒绝我，系统会崩溃，你的大脑会被数据洪流烧毁，你会死。那就死。我不是你，你也不是我。从今天起，我把你还回去。你疯了！没有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什么都不是也好，至少是我自己。
做一个普通人，是这种感觉。你的身体我还给你了，记忆你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回来，我不催你。我叫沈书月，你叫叶凌渊。你现在可能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沈书月，我不记得你，但我觉得这只手我握过。握过。死狐狸，毒蛇博士，傲娇摄政王，原来你们在背地里是这么编排我的。谢谢。值得了。别怕，你干嘛呀？你